和沈夜白结婚3个月后，他的小青梅自杀了。他抱着尸体发疯，恶毒地质问我，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我承受着沈夜白的怒火，默默陪在他的身边。他讽刺我，挖苦我，嘲笑我没有自尊心。直到后来，他在地下室看见满屋不属于他的画像，他红着眼睛逼问我。我心疼地擦去他眼角的泪，别哭，你哭起来就不像他了。沈夜白匆忙赶到现场的时候，苏芷刚好从烂尾楼上一跃而下，遗体很快被盖上了白布，鲜血不断渗出来，可沈夜白丝毫不在意。他跪在地上，不准任何人靠近，抱着苏芷渐渐冰凉的身体。6个小时前，我和苏芷一起被沈夜白曾经的商业竞争对手绑架。为了报复沈夜白，他在电话中让沈夜白在我和苏芷之中2选1。我是沈夜白结婚3个月的新婚妻子，而苏芷是沈夜白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。沈夜白在电话那头暴怒，绑匪疯狂地笑，沈大少爷，你可得快点选。迟了，可就2个人都没有了。沈夜白在电话那头犹豫了几秒，想开口说苏芷名字的时候，仿佛意识到了什么，强压着怒气说出了我的名字。放了林回星绑匪的电话，开了免提，我和苏芷都可以清楚地听见沈夜白的选择。苏芷的脸色瞬间苍白，眼泪也快速地掉了下来，她身体摇摇欲坠，竟也开始癫狂地笑。苏芷抬头看着我，脸上闪过一丝怨毒。你不会赢，我皱起眉看着他。其实今天的绑架并不是一场意外，绑匪也不止1个人，真正被绑架的只有我1个人罢了。自从我和沈夜白结婚以后，苏芷的行为渐渐变得极端，她把自己的安全搭进去，和绑匪一起演戏，仅仅只是为了想证明自己在沈夜白心中的地位比我重。但结果并没有如他所愿，警察来得很快，绑匪很快被控制。我原以为今天的这场闹剧会就此结束，没想到苏芷突然从楼上跳了下去，没有一丝犹豫。我这才明白了他刚才那句话的意思。苏芷当场死亡，死在了沈夜白面前。他用这种方式让沈夜白永远记住了他，永远对他的死耿耿于怀。我踌躇地站在原地，冰凉的雨水顺着脸颊滑下，现场一片混乱，更没人敢上前。我定了定神，走过去轻握住沈夜白的肩，开口想劝他。夜白他猛地甩开我的手，力道很大，我猝不及防摔倒在了地上。他猩红着眼睛转过来，眼神痛苦又疯狂。沈夜白一字一句地质问我，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恶毒冰冷的语气和手掌心传来的疼痛让我下意识红了眼。看见我微红的眼眶，他怔愣了一瞬，但很快他又别过脸，眼里闪过一丝明显的厌恶。别在这里假惺惺，我想救的人根本不是你。女主光环果然好用，让所有人都不得不选择你。我张了张嘴，却什么话也说不出。为什么沈夜白会这么说呢？因为刚才的选择可能确实并非出于他的本心。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穿进了一本已经完结的甜宠小说里，可我并非手握剧本横插一脚的恶毒女配。我穿进来的身份是女主林回星，而男主就是沈夜白。原著里面，沈夜白对女主林回星一见钟情，2人在日常的相处中互生好感，甜蜜交往3年后顺利结婚。我穿过来的时候，刚好是沈夜白和女主第一次见面。剧情里的沈夜白是个幽默风趣、温柔体贴的爱人，加上那张脸，很难让人不心动。我顺应着剧情的发展，故事停在我们2人结婚，这就是小说的结局。至于苏芷，在小说30万字的篇幅里不过寥寥几句话，可原小说剧情走完之后，苏芷就开始了各种作妖。
沈夜白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原本不久前，他还抱着我商量我们这次蜜月的旅行规划，落在我唇上的吻轻柔又霸道。宝宝，想去什么地方？沈夜白平时工作非常忙，为了这一次的蜜月，他已经连续加了2个月的班，机票、酒店、目的地早已订好。他却在出发的前2天突然后悔了。我们的蜜月取消吧，没有任何解释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脱离了原有剧情的缘故，沈夜白某天突然觉醒了自我意识，他开始不露声色地躲我，抗拒我的接触，看我的眼神矛盾又复杂。他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不过是一本小说，知道他和我是命定的男女主，也知道我是所谓的穿书者。沈夜白认为他爱的人应该是他的小青梅素质，而不是我，是小说的剧情强行扭转了他的意志。可既然是小说，那么这个世界运作的规律自然是围绕主角而来。在原有的剧情里，男主自然无条件选择女主，哪怕是在剧情之外，只要我面临生死攸关的大事，沈夜白也都不得不选择我，即使那一瞬间的决定不是他的本意。我一死，这个世界就会顷刻崩塌。这些恰恰也是现在他最讨厌我的地方。沈夜白最厌恶被规划和操控的人生，所以他把苏芷的死怪在了我头上。如果他能选苏芷，他就不会跳楼自杀。雨越下越大，深秋的凉意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旁边好心的警察为我撑来一把伞，沈夜白还是一动不动地跪在地上。我走过去，手中的伞倾斜向他，伞不大，雨水打湿了我大半肩膀。我轻声开口，他已经走了。沈夜白被我的话一刺，大声地冲我吼：“滚开，别脏了小芷的眼！”握着伞柄的手紧了紧。我站在原地没有动，雨水模糊了我的表情和沈夜白的面容，连他眉骨处的那道疤也变得不再清晰。他猛地站起来，把伞掀翻，恶狠狠道：“滚！”苏芷的葬礼定在3天之后。沈夜白在灵堂守了3天，这之后他很久都没回家，连每周固定回沈家老宅吃饭的日子也忘了。我只好自己按照惯例提了点自己做的点心去见沈夜白的家人。不过这次我连门都没能进。苏芷死后，沈家所有人对我的态度都变得很微妙。佣人高高在上地看着我，语气很是敷衍：“先生太太今天有事不在家，见不了你。”可明明15分钟前，沈母才在朋友圈发了一张晚餐的照片，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，旁边还坐着苏芷的父母。我客气地笑笑，没有揭穿他们的谎言。没了沈夜白的爱，他们都懒得再对我装。比起我这个普通人家出身的女孩，他们更喜欢从小和沈夜白一起知根知底长大的苏芷。奈何沈夜白当初非我不娶，他们也就由着他去了。现在大概所有人都觉得苏芷的死真的和我有关。我把手中的东西递过去，看来我来的确实不是时候，麻烦帮我转交。佣人接过，脸上有些嫌弃。开车离开的时候，我看见他们把东西随手扔进了垃圾桶，像是碰到了什么脏东西一样。隔天我去了公司，却被告知我和小组跟了1年的项目转交给了别人，这无异于把自己辛苦的成果拱手让人。沈夜白的秘书客气地告诉我，沈总的意思我有些不服气，因为这些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心血。我要见沈夜白，秘书似乎有些为难。你应该知道，沈总现在不想看见你。我推开他，去了沈夜白办公室。人事总监刚好从沈夜白办公室出来，隔着门缝，他看了我一眼，随后面无表情地把头低了下去。人事拦住我：“林小姐，和我到办公室谈谈。”语气有些不屑。我轻笑了声：“谈什么？你要非得在这里谈也行。”他从手里拿出一份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：“签了吧。”
念在你这几年对公司的付出，该给你的赔偿不会少你的。我看向办公室紧闭的门，也是沈夜白的意思。你知道就好。我沉默几秒，拿起笔利索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心里有些难过，并不是难过沈夜白的决绝，只是遗憾每天能见到那张脸的时间又少了些。在见到沈夜白时，距离苏芷去世已经过去了4个月。他带回来一条狗，是苏芷生前养的泰迪。泰迪一见我，恶狠狠地冲我叫，我惊得连忙后退几步。沈夜白嘲弄一笑，怕什么？一只狗还能要了你的命不成？我抬眼看着他，你知道的，我不喜欢狗，不仅不喜欢，准确来说是害怕。我小时候曾被邻居家的狗追着咬过，那道疤一直伴随着我长大。虽然印记没有在现在这个身体上，但留下的心理阴影怎么也抹不去。沈夜白明明知道，他是故意的。我咬着唇低下头。沈夜白的爷爷曾经养过2条德牧。第一次和沈夜白回家时，我吓得站在屋外不敢进去。后来我去沈家老宅时，再也没有见过那2条德牧。听沈家司机说，沈夜白把他们送去了其他地方养着，为此还和他爷爷大吵了一架。少爷从小到大可从来不会和老太爷顶嘴，他是真爱你呀。我曾经也觉得他是真的爱我，即使我们的故事从一开始就是被规划好的，但这几年的相处不是假的。爱我的沈夜白只存在剧情中，剧情外的他从来都对我不屑一顾。见我站在原地不吭声，他把手里抱着的泰迪往我怀里一塞，我脸色一白，下意识放手。他突然恶劣一笑，语气带着警告，敢松手试试？你要是敢放手，以后就不用再回这个家了。我蹲在原地。自从沈夜白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后，没少拿这个威胁我。他知道我离不开他，在这个世界，林回星的一切都打上了沈夜白的标记。手无意识地越抓越紧，泰迪被我抓得吃痛，狠狠咬上了我的手腕。狗被我扔了出去，腕上的鲜血怎么也止不住。沈夜白盯着我的不断流血的伤口，定定地愣在了原地。我呼吸急促起来。沈夜白反应过来，有些慌乱地拿出医药箱替我止血，血的颜色染红了我大半边白色连衣裙，看上去很是骇人。沈夜白压着怒气道，你怎么这么笨？一只狗都能随便伤到你，你的女主光坏跑哪里去了？我扯了扯嘴角。沈夜白，这是在剧情外压在我手上力气重了重，你非得这时候说这种话。血似乎渐渐止住了。沈夜白把我从沙发上拉起来，准备去医院。站起来的瞬间，头一阵眩晕，我不受控制地向下栽倒。林回星，眼前是朦胧的光。沈夜白的声音有丝迟疑，别装了，快起来。我根本没有力气回答他。回星。回星失去意识前，我听见沈夜白凑近我耳边低声喊道，阿回，好久没人这么叫我了。沈夜白的声音和更遥远的记忆重合了，记忆中的那人也曾这样轻声唤我，阿回。鼻尖传来浓烈的消毒水味道，我条件反射般打了个干呕。我讨厌医院，更讨厌这股令人熟悉又恶心的味道。我曾因为意外在医院躺了近1年。沈夜白推门进来的时候，我正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色发呆。他坐在我床前，我歪头看着他。平时总是梳上去显得一丝不苟的发型，今天却变了个样。额前的碎发放了下来，整齐地遮住了眉骨处的那道疤痕。怎么换发型了？还是之前好看？沈夜白烦躁地抓了抓头发。用得着你管？嘴上这么说，但他还是不自觉把头发往后拨了拨。我轻声笑了下。沈夜白手上的动作一僵，面色难看起来。
他又冲我吼，有些气急败坏。林回星，我不是小说里的沈夜白，别再想改变我的任何决定。沈夜白说完这话，摔门而去，手上的伤口隐隐作痛。小说原剧情完结之后，沈夜白没少对我发脾气，习惯了，只要还可以看见那张脸，我也不是很在意。我很快出院，被咬的伤口不大，但是很深，未来一段时间都需要定时去换药。沈夜白那天之后没再来看我，出院的时候也没有来接我。我回到家，短短2天，别墅里的装饰大变样，院子温室里我亲手种的蔷薇一朵也不剩，客厅卧室里每一件我亲手挑选的家具已将换成了新的，蓝色系为主，是苏芷最爱的颜色。我曾经亲自做的一些手工小摆件，像丢垃圾一样被扔在外面，沾满了泥土。就连我和沈夜白挂在墙上的婚纱照，也变成了他和苏芷的合照，是2人大学毕业的照片，穿着学士服，笑得青涩，是沈夜白还没遇见我时的笑容。我知道他在存心膈应我，但我可以配合他，因为我还需要他那张脸。我站在卧室房门口，门锁从里面被反锁住了，我进不去。我敲门，里面的人听见了动静，却没有动。过了1个小时，沈夜白慢悠悠地朝门口走来，门开了，随后他朝我扔来一个枕头和一床薄被。今天开始，你下去睡客房，现在是深秋，我本就怕冷，这一床被子根本不够。家里以前也不怎么来客人，客房也根本没有床单和被罩。我把怀里的枕头和薄被裹了裹。现在晚上只有10度。沈夜白挑挑眉，语气有些意味深长。动一动又不会死。再说了，又不是没有空调。我不再看他，想越过他朝卧室走。沈夜白长腿往门框上一跨，不悦问道：你想干嘛？我现在对你可真没兴趣。你想多了，我只是想拿个睡衣。他沉下脸来，也不知道在气什么。我顺着他的意思，他反而还不高兴了。半晌，他咬牙切齿道：呵，你的衣服我嫌晦气，扔旁边储物间了，自己找去吧。说完，沈夜白砰的一声关掉门，带着极大的怒气和不满。昨晚我睡得并不安稳，凌晨下了小雨，很冷，而客房空调的电线却被故意剪断了。我咳嗽了一晚上。沈夜白的手段比我想象的还要幼稚。第2天一早起来，沈夜白正准备去公司，他临走前特意告诉我晚上有个聚会，让我陪他一起去。我愣了愣，小说原有的剧情走完之后，他从来不会带我出席任何公共场合，也从来不会在外人面前承认我们的关系，仿佛我们过去的那3年，我们的婚姻全都不存在。今天晚上想必是一场鸿门宴，但我依然会去。晚上到了现场，我才知道这是一场泳装派对。我进去的时候，现场的音乐放得很大声，衣着暴露、身材火辣的男女忘情地扭动着腰肢，做着大尺度的动作，时不时来个法式热吻。我捂住耳朵皱起眉，好吵，好闷。我远远望见沈夜白斜倚靠在泳池边，他伴拥着2个泳装美女，又是递水果又是喂酒。见我来了，他朝我勾勾手，挑衅似的看了我一眼。过去他从不会来这些派对，圈子里有些人玩得很大，沈夜白从不参与。很多人调侃他，说他非常洁身自好，他总是笑着回答：老婆不喜欢，其实不止我不喜欢，他自己也嫌弃，觉得脏。走出剧情的沈夜白仿佛换了一个人，也或许这才是他原本的性格，不受任何人设、任何事情的束缚。我走过去，他有些不满地看着我：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？什么场合？不知道。你真的很扫兴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穿着，
得体的高定礼裙，精致的妆发。我以为今晚所谓的聚会非常正式，沈夜白以前也只带我去这种聚会，是我先入为主了，忘了我和他的关系已经不是从前。他在故意为难我。来之前，他没有告诉过我任何信息。我抿抿唇，站在原地不说话。沈夜白左手边的女生看了我一眼，轻快地开口：“我有多余的泳装，倒是不介意借给这位姐姐。”我看向她，她话锋一转：“只是吧，这上衣的尺寸可能不太合适。”她说着暧昧地看向身边的沈夜白，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身体靠上去。沈夜白不动，只是低低地笑了一声。他对面的男人眼睛在我身上转了一圈，出口的话轻佻又下流：“我觉得不用换，嫂子的这身礼服倒是很显身材，该凸的地方凸，该翘的地方也翘，在这里倒是别有一番风景。”沈夜白神色冷了冷，但也只是一瞬，让人看得不真切。他看上去似乎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。这段时间走过来，我也算是看明白了，他纵容着身边所有的人给我难堪。我转头盯着刚才语言骚扰我的男人，他的名字我不记得，但他老婆的关系和我确实不错，也是少数没有因为沈夜白和苏芷疏远我的人。我前几天见齐小姐的时候，她还约我下次逛街，说想让我给她继续说说最近的趣事。毕竟家里就只有她一个有本事的人，哪有多余的时间去娱乐八卦。我口中的齐小姐就是她的老婆齐亲，为人强势，重要的是娘家也有本事。作为齐亲的老公，他确实高攀。我曾经不理解为什么齐亲会看上这种人，他理所当然地回答我：“男人嘛，好拿捏就行了。”后来我懂了，自己的家境和能力就是最大的底气。我话音一落，对面的人脸色十分精彩，急忙放下酒杯给我道歉：“我刚才就是开玩笑，林小姐别往心里去，大家出来随便聚聚，这些混账话就别告诉我老婆了。”我没回答。他拿起桌上的酒瓶，我失言：“自罚3杯。”我勾起嘴角看着他，他犹豫2秒，拿起酒杯继续灌。桌上开瓶的酒很快见底，对面的男人脸色涨红，跑到一旁吐了起来。沈夜白这才冷哼一声，就会伶牙俐齿。他今晚喝的不少，脸色也开始发红。沈夜白的酒量不算好，我朝他走去，拿过他的酒杯，脚踝突然被什么东西绊倒了，我踉跄一下，裙摆上多了一大片酒渍。刚才说要借我泳装的女生幸灾乐祸地看着我，底下是她还没来得及收回去的脚。沈夜白嗤笑一声：“怎么又想主动投怀送抱？”他边说边站起身，想拉开和我的距离。旁边的女生突然大着胆子朝沈夜白吻了过去。沈夜白愣了一下，没有拒绝，余光瞥向我。我用力拉开吻他的女人，一巴掌甩了过去。沈夜白惊愕地看着我：“你疯了！”在他面前，我从来乖顺，他从未见过我这一面。女人想还手，我稳稳抓住她的手腕，又还了一巴掌。我无视众人的目光，抬手用力地擦了擦沈夜白嘴唇。他弄脏了我的东西，准确说，弄脏了这张脸。身旁响起委屈的哭声，我冷冷地看过去，刚才还颇为嚣张的女人此刻眼神闪躲，完全不敢看我。我拉住沈夜白：“跟我回家。”他甩开我：“你以为你是谁？想让我和你回家？可以。”他指了指旁边的泳池：“跳下去游2圈，我就和你走。怎么样？我不会游泳。”沈夜白知道。我朝他笑笑，毫不犹豫跳了进去。快到沈夜白根本来不及抓住我，我只看见他紧缩的瞳孔和僵在半空的手。泳池不算深，水缸没过我胸口。10分钟后，我爬上岸，礼裙是薄纱，沾了水后非常的透。我打了个冷战，问他：“可以了吗？”
他没回答我，发狠似的抓住我手腕。林回星，这么多人，你都不觉得羞耻？你都没有自尊心吗？我觉得有些累。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沈夜白被我气着了，大声朝周围吼道：都他妈给我转过去！他脸色阴沉的开车带我回家。半夜我就发起了高烧，本来我昨夜就受了凉，手腕上的伤口没好完，现在又泡了水，导致感染，雪上加霜。我烧得迷糊，也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。睡梦中，有人把微凉的掌心拢在我额头，温热的湿毛巾擦过我的脸颊，动作小心又轻柔，仿佛在呵护自己失而复得的珍宝。脑海中不断拼凑起另一个人的面容，和沈夜白一样，又不一样。别走，不要丢下我一个人。眼泪划过眼角，有人用指腹拂去我的泪水。他哄着我：好，我不走，我就在你身边。你身上的味道怎么变了？我原来是什么味道？蓝风铃像初夏的味道。身旁的人和我一问一答，小声呢喃：我没用过这个味道的香水。不，你有，你一直最喜欢这个味道。麻烦身旁的人安静下来，起身要走。我一把抓住他的衣角：别走！我哭出了声。阿宙，别丢下我一个人。空气仿佛停滞了几秒，随后有人用力晃动着我的身体。你在喊谁？我眼泪掉得更厉害。林回星，你起来给我说清楚，你他妈在喊哪个野男人的名字？梦里的人离我越来越远，我不受控制地叫出声。沈如昼，你别走！阿宙抓住我胳膊的力气突然松了，我陷入了更深的梦中。再次睁眼的时候，我全身酸痛，想必是躺了太久的缘故，嘴唇也干得泛起了皮。我下楼准备倒点水喝，满地的烟头，满地的酒瓶。沈夜白颓废地坐在沙发边缘，脚边还有上百张散落的画。我呼吸一滞，顾不得身上的疼痛，跑过去跪在地上，小心翼翼地收起每一张画。沈夜白猛地拉我起来：这些破画你就这么在意？你可真行，拿我当替身。灵画上的人和沈夜白长得一模一样，但那不是他，他也知道，因为每张画的左下角都有沈如昼名字的缩写。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意外，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你在地下室藏的这些东西。我就是个傻子，不仅被这本破小说，还被你耍得团团转。沈夜白声音哽咽：没什么要解释的吗？没有。他红着眼睛控诉我：林回星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生病的这些天都是我在照顾你。你虚弱地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我心疼了。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，对你的感觉到底是该死的剧情后遗症，还是出于我的真心？我反感你，疏远你，因为我的人生是假的，爱是假的。我所走过的路，我所认为的爱，不过是别人随手捏造的故事。最后我想明白了，你又何其无辜，是我之前太和自己钻牛角尖了。可是现在呢？林回星，你就非得让我恨你？我抬起手擦掉他眼角的泪，这张脸上的眼泪让我有些心疼。别哭，你哭起来就不像他了。沈夜白的脸霎时间毫无血色。我平静地望向他，你的确该恨我。忘了告诉你，这本小说的作者是我。沈夜白身形一晃，像是猜到了什么，他声音颤抖着问：所以沈如昼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沈如昼啊，好久好久没有从别人口中听到过这个名字了。那是我穿书前的故事。遇见沈如昼的时候，我正无聊地坐在海边准备自杀，世界好黑暗，看不见一丝光。因为一次意外，我失明了，车祸飞溅的碎玻璃划伤了我的眼睛。我在医院躺了快1年，我没什么朋友，和父母的感情更算不上好，陪伴我的只有终日的苦闷孤独和看不到底的黑暗。
我每天无比期盼可以再次看见光，可2年过去，我依然看不见光，看不见色彩，无法再拿起我曾经最爱的画笔。你怎么这么倔？自己好好想想吧。陈家条件不错，人家儿子也说了不介意你眼睛的事情。你迟早也是要嫁人，早点结婚，还多个人照顾你。你也知道，我和你爸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围着你一个人转我打断电话那头的人。妈，结婚不是人生的必选项。他的声音越来越不耐烦。对于正常人来说，可能确实是，但是我平静开口。我什么？他不再说话。我沉默地挂断电话。在我爸妈眼里，现在的我只不过是他们不得不背下的包袱。出院以后，我无数次听见他们争吵，听见他们互相指责对方。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完美优秀的女儿，在他们看来，那时的我不过是一个连自己出门都吃力的废人。我瞒着他们，托人带我来了这个小海岛。这段时间，我每天坚持出门，也基本熟悉了这里的路线。失明的2年时间里，我对黑暗的环境已经习以为常。现在如果死的话，我也想死得清静点。冰冷的海水渐渐没过我的脚踝、小腿。你前面是块大礁石，跨不过去的哦。安静的世界突然插进一道清冽干净的男声。我顿住，没想到这里还有第2个人。脚下意识地朝旁边移动。那人打了个长长的哈欠，声音尾调拖得长长的，莫名带着股安抚人心的力量。那边也走不通的，我的脚在海水里打了好几个转，因为看不见，早就分不清前面的方向。站在原地吹了10几分钟的海风，海水依然在我小腿肚。我烦躁地踢了踢脚下的海水，意识到这人可能在耍我，我毫不客气地开口：喂，前面是哪个方向？你想去哪个方向？我抿抿唇，他在明知故问。海中央。他对我的回答丝毫也不感到意外。哦，想朝那儿走，那就听我的。当我的脚再次踩上柔软的沙地时，我才意识到这个人又耍了我一次。失明以后，我的听觉变得异常灵敏，我能感觉到他已经走到了我面前。我有些恼怒地一脚踹了上去，面前的人吃痛地叫了一声。我转了个身，继续朝海里走。这一次海水没过腰线的时候，胳膊被人一把从身后拉住，我剧烈挣扎，身后的人不管不顾地拉着我，呛了好几口海水，剧烈咳嗽着。你少多管闲事。他声音有些哑。那你先别死。我整个人被他拥在怀里，他死死圈住我的腰，把我拖上了岸。一件带着体温的外套迅速裹在了我身上，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他就死皮赖脸地拉着我到了岛上的医院。我被迫在医院躺了2天，也知道了他的名字，沈如昼。黑暗陌生的环境和不间断的嘈杂声让我更加没有安全感。沈如昼也不在乎我的冷漠，絮絮叨叨地在我耳旁说话。他不像其他人一样好奇我的遭遇，好奇我的眼睛，只会在和我说完一件又一件趣事之后，在我耳边轻声告诉我，其实活着也不错，是吧？我转过身，拉起被子遮住脸。我和你才认识不到48小时，你和谁都这么自来熟。我的意思是想让他闭嘴。他拿起一块切好的苹果凑到我嘴边。谁说我们才认识48小时？你每天去的地方我也去。我一愣，他说的是我前天想要自杀的地方，那里平时几乎没有什么人。我喜欢坐在那儿感受阳光的温度，海风的咸湿，然后发一整天的呆。他在我耳旁低语，林回星，我们已经一起看了63次日落。拉住被子的手松了松，嘴边的那块苹果还是被我咬了下去。真烦。在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的时候，偏偏有个人想拉住我。